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5000年前古埃及的秘密圆盘，外星科技还是人类奇迹？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世界上最神奇的地图就是这张北宋的雨季图。900年前没有 GPS 定位，竟然可以精准描绘山川河流。还有这张是北宋的天文图，用肉眼观察到1400多颗的恒星。北宋的典籍当中还真的发现了 UFO 降临的证据。世界上最神奇的地图是这张出现在北宋的雨季图。900多年前没有卫星定位，没有空拍设备，怎么有办法单靠当时人力将70座山脉、80条河、380个城镇清楚楚地刻在长宽各1公尺的石碑上？北宋年间绘制的网格地图竟然和后来的地球经纬度完全吻合。一个方格的长宽啊，对，长宽各为对吧？宋朝时期的110里，地球在画经纬度的时候，不是这样，也是一个方格的吗？经度的距离跟纬度的距离一样，是111公里，刚好跟北宋的111里是数字上是一样的。雨季图的绘制过程非常玄奇，因为想要画出全中国的地图，光是用现代科技都得先具备测量仪才能精准计算。但光是有测量仪还不够，同时要有三角定位加上高空定位，从制高点画出山川河流和海岸边界，否则一定会产生误差。因此这张雨季图根本是上帝视角。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人类做出来的东西，这些地方宋朝没有人去过的，没有办法过去的，没办法过去的。就算你出动1000个人，你都不可能把它全部走过。只有一个可能，卫星照上去，啪照一张照片才有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人类可以画出来的。地图上最诡异的是范围异常的辽阔，6300公里的长江，5400公里的黄河，全都画在里头。但是在北宋年间的领土范围，根本无法跨越当年绘制雨季图的神秘人，却可以穿梭自如，自由进出每个国家。这位神秘人士到底是谁？更怪的是，绘制如此庞大的雨季图，照道理说会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力，但在历史上却没有任何记载，石刻图上也没有留下名字。900年来充满神秘色彩。另外一个天文预言奇迹出现在1973年，苏州出土的石刻天文图同样震撼世界。这幅北宋石碑上竟然提前预知几千年后的天文星象。它北极圈可以刻出来，北极圈都有，赤道可以刻出来，还有更多黄道可以刻出来，连地球运行的黄道圈都有。居然北半球的所有恒星都在上面，1434颗。你从北宋的地方往天上看，只能看到300多颗恒星。那其他的700多颗跑哪去了？它就可以把全部的恒星全部看到，全部弄出来。北宋年间绘制的石刻天文图，竟然跟现代天文学100%吻合。900年前用肉眼观测星象，北宋人看见了距离地球好几光年外的1000多颗行星。西方天文学家伽利略用专业望远镜也只看到700多颗。北宋的天文图所观测到的星星数量足足多出1倍。更奇特的是，让科学家最震惊的是什么？觉得说牛顿和伽利略在600年后才不如他的成就。然后这个角度是23.5度，刚好就是我们的地磁那个整个地球的那个偏移的角度。900多年前的北宋人怎么会知道地磁偏移的角度就是23.5度？更夸张的是，天文图下方有一篇文字，上面明确写出太阳黑子的专有名称。
宋朝人用什么仪器观测至今也是谜团。北宋玄奇的观星技术至今无解，莫非真的曾经获得外星文明帮助？1070年，宋神宗年间，北宋文豪苏东坡写下7言古诗《游金山寺》，其中明确记录目击 UFO 的整个过程。这一句非鬼非人竟何物，让不少学者推测，会发光却又无法辨识的物体。苏东坡当时眼见的是幽浮，它是会发光的，不然怎么可能像火把一样很发亮的？对，大到那个树林里面的鸟都吓走，都飞走了。这苏东坡他第一次记录。北宋年间目睹不明飞行物的还不止苏东坡一人。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第21卷中，详细记载空中出现不明物体。这是一本涉及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现象的书籍，其中的一个章节记录了当时扬州地区出现了一次天空异象。书中明确写下嘉佑中扬州有一株盛大，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年天空中的物体到底是什么？扬州地区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珠状物体，在夜晚经常出现。沈括把这个 UFO 说是珠。幽浮在北宋年间降临，似乎也把跨时代科技带给了宋朝。从宋代出土的古墓也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失落黑科技。1989年，考古学家在墓中找到了史书当中失传已久的金井一。当年这项技术会失传，就是因为后代人类根本做不出来，但北宋工匠可以把金丝制作成比 0.1毫米还要细小的极品金丝。测算以后发现呢，极品金丝 0.08 毫米，最细的地方 0.04 毫米，而现代工艺仿制呢，金丝却只能做到 0.1 到 0.3 毫米。据传说，他们有秘传工艺，能将1克黄金拿出6000米的长度。除了金丝技术惊人，2016年浙江更挖一块南宋800年前的水晶吊饰，庞福穿越时空掉进了南宋古墓。出土时，专家清理掉浑身的淤泥后，发现它是一件玲珑剔透的水晶币，外径7.5厘米，厚仅1.2厘米，水晶币纯净光洁，通体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这块水晶可是让考古学家伤透脑筋，因为根本无法用800年前的工具制作，整颗水晶没有雕琢痕迹，光滑透明的程度，像是机器切割下的产物，让专家们难以置信的，也包括宋代神奇的医疗技术。其中最惊人的就是这一尊北宋针灸铜人。这尊铜人像身高175公分，藏在皮肤下的五脏六腑和现今医学 X 光扫描的位置一模一样。铜像上标示了354个穴位，每一个经络穴位从尺寸到比例都跟真人完全相同。难道宋朝人有透视眼吗？这尊铜人从制作到下落都留有谜团，铜人本尊下落不明，神秘消失。另外一项惊人医术出现在宋代的法医身上，900年前就有类似现代紫外线技术，也让专家相当惊讶。他把那个白骨拿起来以后，骨架放在一个像竹架上面，挖一个在土里面挖一个坑，那个坑里面放那个木材烧，然后再泼那个酒精跟醋酸泼上去以后，在骨头上盖上草席，最后用一把纸伞遮蔽，透过阳光照射，竟然可以让遗骨的细微伤痕显现出来。因为油纸伞是红色、褐色、淡黄色和桐油的本色组成的，这就可以过滤掉阳光中的一些光线，剩下的光线有很多红外线和紫外线，这些光线照在表面上就能够让细微的伤痕显现出来。这些玄奇的方法就跟现今紫外线验伤一样，900年前没有 X 光的时代，却有类似 CSI 的鉴定技术，让人啧啧称奇。隐藏在宋代的黑科技，比历史古书记载的还要惊人。宋朝智慧穿越时空究竟有没有？地外文明也留给后人想象空间。中国神秘的奇书《推背图》，神准预言了1000多年后的事件，尤其预言朝代国运非常的神准。书中第43项直接预言台湾的国运，包括了图画和4句诗词，竟然在1000年以前就隐藏了一处台湾地名。中国3大预言书《马前课推背图》与《烧饼歌》，精准预言2000多年后的未来命运。其中《推背图》被封为中国第一奇书，
1400年前在唐朝横空出世，作者是当年的道士李淳风和命理师袁天罡。原来推背图的意思是李淳风用奇门八卦去推演未来的历史，推到后来袁天罡推他的背说够了，你已经泄露太多的天机。整本寓言有60项记载着从唐朝以来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征兆，其中也包括2025年的台湾国运。推背图通常不给出大事件对应的具体年月日，需要后人根据4个部分自己去推测，但唯有第43项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它比较特殊。43项的图案清楚地画住一位大人旁边站住一名小孩，两人都举起右手，对应的卦象是周易的第50卦鼎卦，象征君王和争夺权力。从第43项的插画我们看到，一大一小2个人并立，小孩是站在大人的东侧，那这也是目前大陆和台湾的自然地理方位。卦象结合图案推背图早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泄露天机，也正应了当下大陆和台湾的形势。但是左侧的成年人穿着普通的官服，表示他虽然有体力上的优势，但并非真命正主。右边的小孩则是穿着类似君主的服装，表示他虽然弱小，却是君临天下之人。再结合时雨的时间南中克定，两岸会从一开始的危急艰困，最终达到安定。另外，第46项中也提到东便门里伏金剑，这句话更为重要，有人推测其中暗藏了台湾地名。东边门里伏金剑有金门2字，中台对峙的前线就是金门线，那么金门伏剑或者说是门伏金剑，就有暗藏军事冲突的意味。3、2、1，发射！金门伏剑下一句就是勇士后门入地宫，预言的是战争结局。金门出事之日就是后宫生变之时，最终战争得以避免，两岸得享和平，万人不用死，一夫却难逃。卦象中的一人没有明确指出是谁，或许反复推敲答案会耐人寻味，但推背图中第45项宋约的第一句严运红开世界同，却清楚指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因为盐写作火被认为是战火，世界同解读成全世界的国家都将卷入这场战争而开头的时语有克西来至东而止，明确指出战争的冲突路线。第45项的图和谶语基本涵盖了这一项的中心内容啊，一场纷争啊，战乱从西边发动啊，打到华夏的东侧被人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巧合的古今中外都如出一辙。保加利亚有名的预言家龙婆，生前留下5000个预言，其中也提到第3次世界大战令人震惊的是，战争发生的区域和攻击路线，竟然与1400年前的东方推背图有不可思议的高度相似。East against West, and the fire of the Third World War shall burn through the fragile fabric of peace. 盲眼龙婆也给第3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时间，这场东西大战会发生在叙利亚陨落之后的春天，换句话说，是2025年。东西方预言竟然神准吻合，难道推背图中的文字真的是暗藏天机？唐朝结束后，宋代君王就把推背图列为禁书，因为书里内容奇准无比。扣除掉第1篇的序言，从第2篇开始，推背图预测了整个唐朝的命数，甚至推算出中国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崛起掌权。累累硕果，莫名其数，一果一人，即心即故。那配图中呢有一个盘子，盘子上面放了21个李字，代表的就是唐朝的21任皇帝，从高祖李渊至哀帝李柱。而第4个李字呢是没瓣的，也就是暗喻说第4任君主呢是女性，也就是武则天。那在接下来的第3项中呢，谶曰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日月空3个字呢就组成了一个兆字，那兆字呢就是武则天在登基之后给自己所取的名字武曌。推背图的预言究竟为何能精准到不可思议？据传当年的
唐朝国师李淳风和袁天罡两人有高乎常人的遥视超能力，能看到未来的种种景象，而且这一看还能看见2000年后的世界，就连当时的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满族建立清朝也被这两位奇人写进推背图中埋下预言伏笔。在推背图第33项中就记载：黄河水清，气顺则至，主客不分，地支无字。其中的黄河水清的清字就是满清的国号，气顺则至则是预言了入关的清朝皇帝顺治的名字。另外再配上一张行驶中的船只，在船上插有8面旗帜，象征着满清的8旗子弟。而船中坐有10人，则表示了清朝会结束在第10位君王的手上。推背图的神秘预言并没有止步于历史事件越接近现代，反而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中第56项所描述的情况，竟然是当今高科技的战争模式。56项，趁曰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在那个时候呀，飞着的不一定是鸟，水里的不一定是鱼。在作战的时候，不是你士兵的多少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而是你科技的水平。这李淳风和袁天罡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了未来的高科技，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一系列预言准到令人发毛，这让人不得不忧心。2025年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是否将会成真？巧合的是，另外一本同样被尊为中国预言书的梅花诗，也提到世界政局上的天摇地动。梅花诗是宋朝的预言诗集，推算出2025年是革卦之年。革卦代表有巨大变动，更令人不安的是梅花诗的革卦不只提到人祸，也预言天灾种种，预兆居然与曾经准确预言日本311大地震的日本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不谋而合。根据日本知名漫画预言《我所看见的未来》作者龙树亮的说法，明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将会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天灾。这场灾难不但会导致海啸和大地震发生，甚至还会有新的陆地浮现。巧的是 ，NASA 也预测明年2025年7月，地球可能会被太阳影响。原来明年7月太阳的活动将会达到高峰，到时候会产生太阳风暴。如今的古代预言奇书经过1000年历史，光是推背图已经传承6种版本，原始内容早已不可靠文史专家分析。巧合的原因大多是后人穿凿附会，但也有人深信不疑。民众认为卦象都有各中道理，古人留下的1000年预言，只怕后人看不懂而已，就有了合理解释这些经典。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